从这条路一直骑出去呢，就是祈福新村最东面的这个出入口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横过了四广路，来到了忠义路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从揽塘路转入到番禺大道上了。这个地方好像看上去也变成了一个商业小中心，一个小广场这样的模样。它跟地铁呢是应该是不通的，所以它的车站是独立的。这里呢是广肇，就是广州到肇庆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因为忙着办事了，回来已经有点晚了，现在已经过了下午3点多钟了吧，但是天气看上去还是那么好，无论如何也要到外面去走一走，骑一回车。今天上哪里去呢？一下子好像方向不明了，因为这个周围的地方啊，无论是村内村外啊，去的都好多遍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到一些没怎么去过的地方去转转啊。骑行呢，它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新鲜感啊。我觉得做什么事都是一样的，如果每次都是重复同一件事情，就有点腻了。更不用说我还拍视频给大家看，大家肯定也不爱看啊。好，现在呢到了19街，我们推车上一个大坡，这是村内唯一一个我上不去的坡。昨天呢，我在村里骑行，特意把祈福新村几个开车出入的大门都转了一下，可能也没有完全转全，但基本上呢，由东到西排过去，那么5、6个、6、7个大门，大概都走了一下。我感觉呢，现在大家开车出行还是少了一些，而更多人呢是电单车或者是走路出村进村的。当然还有很多人利用村内的免费的 bus， 在这些村巴呢上下出入村啊。现在呢，我骑行在19大道上，那我就想着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从这边骑到头，到那边呢，看看能不能在最东面的这个出入口骑出村外来。干脆呢，今天我们就去一趟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城际铁道站，叫东环站。它应该是在番禺大道上的一个站，周围呢好像也搞了一些小的商业项目。从祈福新村这边过去呢，大概就是6、7公里7、8公里这个样子。应该在这个时段呢，正好一个来回，可以在黄昏时分回到村里。好吧，那既然我们定就这么去吧。
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啊，一定注意到我今天穿的是短袖衣服，还有短裤。因为今天天气呢是24、25度的样子，我觉得穿的短打扮是比较舒服的。因为等一会儿起会呢，身体会有点发热，但也不至于出汗，应该会比较舒服。从这条路一直骑出去呢，就是祈福新村最东面的这个出入口啊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是祈福新村最早发展的一片老区。你看，这个右侧前方呢，就是一座小山，就是祈福新村最东面的一座小山啊。我们经常到这边来爬小山。边上这些民居呢，大部分都是低密度、低矮的那种房子，虽然显得有点老了，因为都30、40年了嘛，但总体来讲呢还不错，所以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街区。我的身后有一个教会，大家在唱诗。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唱的什么内容啊，我想象应该都是歌颂这个天主的一些歌曲吧。在午后的阳光底下，这条山边的小路上，就感觉还是非常的一种闲适的感觉啊。祈福新村呢，还是占地面积非常之大。昨天我是去到半山的社区，从那边开始在村内的骑行。但相比而言呢，半山是比较后开发的社区，大部分都是高房子，20、30层、30、40层的这种高楼。但是这边呢是祈福新村最东面，应该是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。这边呢全部都是那种低矮的房子，大概2层半、3层这个样子吧。从这边出去呢，就到了正在修第3期的缤纷汇啊，当然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设施。好，我们就从这边骑出村外去。骑出这个大门呢，就进入一条小隧道，这就算是出了祈福新村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左侧这一大块地呢，现在正在进行施工，这就是祈福靠四广路的最后一块商业用地了。
这个门呢，我平时走的比较少，因为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坡，就你骑单车必须要捏紧手刹，否则的话你真的速度太快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四广路上啊。就这边的路口一般都是有卖一些水果，夏天就是卖西瓜，那现在呢就是卖这种柑橘之类的。这个右侧又是卖什么？干果，好像这是一些加工过的食品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横过了四广路，来到了忠义路上，就在温暖的阳光底下，在这种绿树成荫的马路上骑行，还是非常惬意的。这边呢已经到了加拿大人的子弟学校边上了，从这边拐过去，应该也可以走了。左右两边都是学校啊，右侧呢是一个文艺的职业学校，左侧呢是一个国际学校。就这条马路上，这个车都停的没有规矩啊，胡乱停了一路。左侧呢也有一个小的商业广场啊。没有提供招的，我有一种一起录，我有一种。今天我是反着方向走的这条路，应该是第一回吧。上了一个大坡，我的右侧呢就是富豪山庄啊，这个非常农民，但也挺
挺霸气的一个村庄的名字。但是右侧这大片呢，应该都是保利开发的新的楼盘。你看啊，那边麦当劳的牌子已经竖了起来，麦当劳都开到这来了。从这边开始呢，有一个比较陡的坡，骑下去呢，右侧就是揽塘村。我今天要介绍一段揽塘路啊，去到番禺大道。就这样毫不费力啊，一路就溜了下来。现在右侧这边呢，就是揽塘村的入口了啊。现在我要在这边等一下红绿灯，看看怎么能够骑到对面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横过光明北路啊，然后呢，就向着前面的揽塘村一直骑过去。红灯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看，你看这个左前方啊，这马显彭庄其实是李林洞地区的一个村庄啊，山姓人家的村庄。这边呢在拆迁，已经开始起楼了。不知道这个是村民的房子还是要卖钱的商品房呢？真的，这些身处城市边缘的农村，也在逐渐的更新迭代，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周期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从揽塘路转入到番禺大道上了。我们在这条大马路上往前骑着。这里有一个叫万国翠湖花园的楼盘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没怎么来过。我们就随意的往前走走看，都是一些卖车的各种商店。
节能科技园站啊，这节能科技园应该是在马路的对面。我已经看到右侧前方有不少新的高楼，应该都是像科技园区使用的这种写字楼吧。骑行还是挺好玩的，虽然这些路大部分都骑过很多次了，但总还是会有些漏网之鱼，就你不是明显想不出要骑哪里，但拿出一个地图来把这个地图放大，就总会有些地方你好像没有怎么去过的。就像我现在来到了这里，这个地方呢有了一个城际的车站，叫东环站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面有东环路的缘故。反正这个地方呢我是没有怎么来转过的，每次都是开车匆匆通过经过一下而已。今天我们就来寻访一下。这个地方好像看上去也变成了一个商业小中心，一个小广场这样的模样。首先看到的就是麦当劳的招牌，好像也开了不少的餐馆之类的。我们去转转吧。一般而言这种城市边缘的地方如果开了麦当劳了，就说明它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商业广场了。这地方其实楼还挺多的，原来里面还有蛮大的空间的。我看右侧好像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，这些小朋友天真无邪，这个年龄段的需求应该都差不多的，所以这一块玩就特别开心。我已经围着这边的这些楼房转了一圈，这楼房中间还有一个广场，我就没有进去了。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通的，算是商业广场，当然也有一些写字楼可能供出租办公的。
转了一圈呢，我已经看到前面有东环站3个字，就跟地铁有点像的一个出入口。广州现在呢就有地铁，还有城际，像这种呢就属于是城际铁道。你看啊，它跟地铁呢现在是不通的，是它的车站是独立的。这里呢是广肇，就是广州到肇庆，然后还有一个广惠，广州到惠州去的这个铁路的车站。这就算是我今天要来的一个目的地了。像这条这个城际线我还没有坐过，据说呢也是像跟火车票一样的，要进行实名的验证，在专门的订票网站上来购买。当然我相信它也有售票窗口。改天呢我也打算去推着我的小车去坐一坐，应该也是蛮好玩的，因为它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。这个东环站呢，其实在这条番禺大道两侧对面还有好几个出入口。我上次去过它对面的一个出入口，在它身边经过过，但这边呢，我还是第一次来。我们来回望一下这么一个商业小广场边上，我相信也是拜这个东环站城际站所赐的，使得这边有很多需要用这个城际的人们都会在这边出入。这边还是有不少的商店